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今天我们来聊一点高大上的有艺术细胞的话题，讲讲世界10大令人毛骨悚然的画。这些画作在某种程度上比表面上描绘的还要可怕。接下来我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。看之前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片最大的动力。第一，道林·格雷的肖像，这是王德尔的小说《道林·格雷的肖像》改编的同名电影。在奥斯卡获奖后，画家奥尔布莱特描绘了这张艳丽的肖像。在王尔德的故事中，男主人公委托他人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有魅力的年轻人，后来用自己的灵魂换取永葆青春的容颜。从此以后，凭借帅气的脸庞，格雷过着放荡的生活。尽管年龄和时间从未改变他的外表，但他的一系列肖像反映出他内心的丑陋和腐败。这名画家也是作为恐怖画家而闻名的。这虽然改编自小说，但是放到现在的生活中，有很多人贪图美丽，不断的整容修复，逐渐开始变得面目可憎，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追求极端美的想法，甚至还有人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。第二，呐喊，这是挪威画家爱德华·蒙克的作品，画中的痛苦脸已经成为了艺术上最具有标志性的图像了，看了不禁让人觉得很焦虑。这幅画的灵感来源于1990年代的尖声尖叫恐怖电影中连环杀手的面具，和游乐园鬼屋里的打扮很相似。然而，蒙克的呐喊在如今的生活中引发了更深层次的不安感。这个人物站在码头上，张着嘴，双手紧紧地抓住脸，完美地表现了那些试图应对成年的生活和带来焦虑感觉的人。呐喊还被描述为现代艺术的标志，是我们时代的蒙娜丽莎。又或许这种画作也会随着时代的不同，会增添不同的解读。第三，出访英国宫宴的法国大使。第一眼看这幅画的时候，感觉很普通，就只有2名大使的全身肖像，有什么毛骨悚然的呢？其实除了全身肖像以外，在最下方的这个物体才是最让人细思极恐的。正面看好像没什么，但是从侧面看的时候，竟然是颗人类的头骨，像是3D 绘制出来的一样。该头骨以变形的方式呈现，是一个视觉谜题。如果把这幅画挂在阁楼间，那么走上楼梯的时候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头骨越来越明显。艺术家认为这幅画能够代表3个层次，上层架子上的天文观测和航海仪器代表了天堂，下层放的象征算术、几何、天文、音乐这4门学科的东西代表了人间，而最底下则是象征了死亡的头骨。表面上人类虽然在不断探索有所成就，但这一切随时可能化为乌有，变成头骨。第四，燃烧着香烟的骷髅。这幅画作是梵高的早期作品，描绘了一个正在抽烟的人类头骨。骷髅的死气沉沉代表了梵高想要表达的情绪，只有燃烧的香烟卡在牙齿当中，剩下的只有一副死头骨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是梵高在艺术学院期间创作的画，但他的老师认为制图技巧太过粗糙，梵高不以为然，觉得他们太无趣就退学了。其实这幅画并不是很恐怖，当时梵高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，可能是这幅画就在描述当时情况下的自己。而现在这幅画还能用来解释为吸烟有害，倡导禁烟运动。但是讽刺的是，梵高本人就是一个老烟枪，并且一直吸烟，直到1890年去世。第五，战争面孔。这幅画是在1940年完成的，当时西班牙内战刚结束，第2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。战争的面孔表明了人们在战争中遭受的恐怖袭击，面部周围的毒蛇暗示了无辜的人也会在战争当中受到攻击。战争和创伤一直都是画家达利的灵感来源。这幅画中，嘴和眼睛里又是相同的面孔，这表明了战争带来的破坏是永恒的，将无限循环下去。这幅画的右下角是画家的手印，他坚持要亲手留下，没有人能够忍心看到国破人亡的样子。人民已经疲于战争了，大家都在呼吁和平的心。第六，土星吞噬棋子。该画作是画家格雅最恐怖、最著名的肖像之一，属于所谓的黑画系列，以阴暗恐怖而闻名，描绘了罗马神土星的神话。土星因预言他会被他的一个儿子推翻，为了防止这种情况，土星在每个孩子出生后片刻就吃掉了孩子。这幅画作上，土星正在进行食人暴行，他赤身裸露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睛瞪得很大，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，头和右臂已经没有了。他紧紧地抓住死去的孩子，让他变得异常恐怖。第七，美杜莎。这幅画描绘了被切断了头的美杜莎。这个怪物被描述为头上有无数毒蛇的女人。美杜莎其实是来自希腊神话里的恐怖女性，任何人看了她一眼都会被石头砸死。画家卡拉瓦乔在脸部描绘了自画像，以此表明他对美杜莎的目光有免疫力，不怕变石头。画中尽管头部被斩首，但他仍然有意识，可能是不敢相信自己被击败了，血液倾泻而下，眼睛放大，刻画出令人震惊的表情，都让观众忘记了这是头顶毒蛇的美杜莎
杀了。第8，地狱。这幅画作是用汉斯创造于1485年的。仔细看，这幅画分为上下2个部分，这4个雌雄共体的魔鬼，上半部分有女性的特征，面部狰狞，而下半部分是地狱里的恶魔，它的魔爪踩在人的身上。地狱里的人面部表情很痛苦，这是一幅极具北方文艺复兴的风格，充满了宗教意义，它象征着集中在善与恶之间的对立。第9，酷刑受害者团长。这描绘的是断头台上的场景，左边是女性在断头时皮肤苍白，眼睛闭合，而右边的男性断头时嘴巴和眼睛都张开着，眼神空荡地看着我们，脖子上的锯齿状粗糙痕迹显示出残酷而痛苦的死亡。这个画家希里克擅长断肢和肢体的主题作品，更恐怖的是，为了精益求精，坚持画作的真实性，这位画家把断头台受害者的尸体保留在自己的工作室中，细思极恐，特别是死不瞑目的断头，嘴巴还张着，只能说艺术家们都太过疯狂了。第10，堪比斯的审判。这幅画是根据古老的波斯故事。西萨姆斯是一位腐败的法官，他被国王下令活剥。左边的画是对他进行提审，他曾经接受贿赂，帮别人弄虚作假的审判。在右边描绘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皮剥落。在右上方，他的儿子坐在法官的位子上，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剥皮。这幅画太瘆人了，这种活剥人皮的手段太过病态，主要是腿和手臂的细节描绘得太好。如果手剑放大了这2个部位，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世界10大令人毛骨悚然的画作。画作和文字的力量一样，可以传递情感、鼓舞、振奋、不安，甚至是恐怖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可怕？不过作为我的粉丝们，这些应该都已经算是小意思了吧。如果本期看的人多的话，那我接下来会给大家安排世界10大禁画，这可比上述这些画还要邪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有想看别的，可以私信我投稿。喜欢的话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。